这次要对比的两台设备，左边是号称真徕卡的小米 12S Ultra， 右边是一台真正的徕卡相机徕卡 Q。那这次呢，就来看看小米号称的真徕卡有多真。那经过这段时间呢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这次小米跟徕卡的合作效果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觉得效果好，打1啊；如果觉得就那么回事吧，打2。最近小米跟徕卡的合作，以及这台小米 12S Ultra 照片中的徕卡味道，我相信关注手机影像的朋友已经有点了解了。但是它跟真正的徕卡相机比会怎么样呢？那今天就来看一下啊。那之所以选择这台徕卡 Q 相机作为对比呢，是因为这台相机是目前大家可以轻松买到的成色很新的、很实惠的徕卡相机。那其实我跟我这帮玩摄影的朋友啊，已经经手过很多台徕卡相机了。那之所以最后能把它留下来呢，那这点呢，我们留在结尾的总结的时候再说。那下面就是老环节了啊，鼓励摄影环节。希望你们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，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两台设备所拍的啊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啊，小米 12S Ultra 以及徕卡 Q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12S Ultra 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？我们也介绍了很多次了。它在后摄的影像配置方面是3颗定焦镜头，超广角、主摄，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。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。解析力环节呢，我再详细介绍每一颗镜头的具体参数。那这次呢，详细介绍一下新选手啊，徕卡 Q， 它是一台徕卡推出的可以自动对焦的全画幅相机。虽然说它是一台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相机，但是它的手动操作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具体参数，感光器是135全画幅的2400万像素。镜头非常厉害啊，虽然说不能拆卸，跟机身是一体的，但它是大名鼎鼎的 Summilux 镜头，最大光圈 f1.7， 焦段呢是28毫米。虽然它在发售的时候价格非常贵，但是圈内的人依然认为这台相机是买镜头赠机身。下面呢就正式进入这次小米 12S Ultra 以及徕卡 Q 的对比了。那下面先解决第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成像风格的区别。小米这次在影像上的宣传点有很多，最重要的、最先入为主的就是它在成像中的徕卡风格。那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徕卡相机，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啊？这次拍摄小米我用的都是徕卡经典模式，也就是大家认为徕卡味儿最足的模式。徕卡 Q 这边用的就都是默认设置了。样张大家也都看了几张了，你们认为这次小米的徕卡味儿浓吗？其实颜色这方面啊，在我们节目中是很少过多渲染的，因为我认为颜色自己都是可以随便调的，你也可以养成自己的调色风格。不过这次小米 12S Ultra 的直出色彩确实非常好看啊，有些甚至比右边的真正徕卡相机的成像色彩我都觉得好看。比如说这张屋顶，还有湖面，还有这张荷花池，这几张照片我个人认为是小米的成像色彩更好看啊，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？那这里呢，先埋一坑。你们看，有些徕卡 Q 的照片呢，把天空还有亮部都给拍过曝了。那么这点呢，我们在宽容度的环节再说啊。这些照片都是徕卡 Q 的弱格式直出照片，还没有调呢。
还有这次小米在滤镜里边内置了徕卡鲜艳、徕卡自然、徕卡黑白等4款滤镜，这4款滤镜呢都是最新的徕卡相机内置的4款滤镜。而这台徕卡 Q 呢已经是老相机了，它没有内置的这4款滤镜，所有的色彩风格都需要在机身内自己调、自己存储。那当然了，徕卡 Q 的直出色彩就是大家以及徕卡认可的徕卡色彩。成像风格对比完了，咱们下面看解析力的对比。12S Ultra 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。那这次它要跟徕卡 Q 硬磕的镜头呢，就是这颗主摄了，原生像素5000万，等效焦距23毫米。那除了要跟徕卡 Q 硬磕的主摄以外，它还有2颗占便宜的镜头，一个是超广角镜头，还有就是5倍的长焦镜头。那这2颗镜头的焦段呢，就是徕卡 Q 不曾拥有的了。徕卡 Q 的参数呢，前面已经介绍了，感光器是全画幅的啊，这个优势呢就是手机不能比的了。它还有一颗光学素质极佳的 Summilux 镜头，最大光圈 f1.7， 焦段是28毫米。都说这颗镜头的光学质量好，那咱们看看它有多好。传统相机的镜头光圈值在最中间的时候画质是最好的，最大光圈和最小光圈的画质都不太行。那我们看看这颗镜头的表现怎么样啊？现在就是最大光圈 f1.7 跟 f8 的对比，在解析力方面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，可以说就是没有区别。再看一张样片啊，同样是最大光圈 f1.7 跟 f8 的对比，解析力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接近啊！感叹一下啊，在很久以前，其他厂家在工艺水平不行的时候，徕卡的镜头就是凭借这一点独步武林的。再粗看一下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的区别吧，我估计这点大家也比较关心。但是要说一点啊，在户外环境给相机做这种测试是不严谨的，因为边角跟中心呢未必在一个焦平面上，因为相机的镜身非常浅。这个最好还是在室内用标板做啊。那粗看一下呢，那确实焦平面可能把边角给错开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发现它的色彩紫边控制的还是非常优秀的。那好，轮到小米 12S Ultra 跟徕卡 Q 的对比了。先说 12S Ultra 的优势，就是超广角。12S Ultra 的超广角呢是等效13毫米，它的视角非常宽广。徕卡 Q 的这颗主摄只有28毫米，所以如果要拍摄超广的风光的话，12S Ultra 还是很有优势的。还有呢，大家发现徕卡 Q 的天空过曝了是吧？那前面已经说了，这点我们宽容度环节再讲。虽然说小米的超广角是优势，但是它的主摄还是得跟徕卡 Q 硬刚一下的。现在小米用的是默认设置，主摄1200万像素，徕卡 Q 呢是2400万像素，解析力方面差距很大。再看一组对比，同样小米是默认设置啊，输出的是1200万像素照片，解析力方面依然跟徕卡 Q 的2400万没法比。小米的主摄表示不服，我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你才2400万，接着比。徕卡说你不服也得服，你照样赢不了我2400万像素的解析力。但是小米不还有一个5倍的光学镜头吗？这也是小米的优势。徕卡 Q 虽然就一颗28焦段的镜头，但是它也可以数码变焦啊，注意是数码变焦，它可以选择35跟50两个焦段。选择之后，取景画面也不会放大，而是模拟传统旁轴取景中换不同焦段镜头时候的不同的框线。那小米的5倍光学镜头跟徕卡 Q 的28镜头比，在拍摄远方的时候有没有优势呢？有啊，解析力还是在小米的5倍光学镜头这边。那和徕卡 Q 的数码变焦50焦段比呢？那解析力的优势依然还是在小米的5倍光学镜头这边。那现在呢，咱们再聊聊镜头的景深的区别。由于徕卡 Q 是全画幅相机，而且它镜头的光圈到了 f1.7， 它的景深非常浅啊，站在同样的位置，焦点都在树叶上，那背景的虚化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相机呢是可以通过收缩光圈来改变景深效果的。当光圈收到最小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前景跟背景都是清晰的。而小米那边呢，前景跟背景的关系就永远定格在一个景深里了。这朵荷花呢，比刚才的树叶离我更远了。虽然徕卡 Q 只有28的焦段，但依然可以拍出浅景深的效果。可以看到，随着光圈的增加，背景的模糊程度也在增加。好，再看人像的对比，小米这边我用的就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，它会数码裁切到35焦段来拍摄人像啊，它也知道太广的视角拍不好人像啊。那相机这边我没有采用太大的光圈，我想把背景拍得稍微清楚一些，稍微虚化一点点就好啊。但是小米的人像默认模式背景虚化还是很强烈的，但是也反映出了抠图有点假的问题。由于是女孩子，我就不放大给大家看了啊，我估计你们已经能看出问题所在了。好，到宽容度的对比了，前
前面大家也看到了，有一些照片徕卡 Q 的高光部分是过曝的，那这是因为它是用RAW格式直出的。但是RAW格式呢，调整能力是很强的，稍微调一下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就能再展现出来。那之所以相机这块我用RAW格式呢，是因为既然你都用相机了，已经不怎么怕麻烦了，那么用RAW格式再调一下也是很合理的。调的方式呢也很简单，就是打开RAW格式，比如说 Camera Raw 呀、Lightroom 呀这些软件都可以。点一下自动，效果就出来了。自动之后呢，你还可以继续调节亮部、暗部的各种细节，这些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啊。那你们是不是也关心小米12S Ultra 这台手机的RAW格式表现怎么样呢？那现在就是直出跟调整后的对比，看着还行吧？其实不行。在调整手机的RAW格式的时候，把暗部提亮之后，你会发现噪点真的是非常夸张啊。图片看得更清楚啊，把图片放大给你们看啊。可以看到手机的RAW格式调整之后噪点很重。那手机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应该怎么拍呢？当然是直接拍了，因为手机有计算摄影嘛，它可以多张合成。你们可以看到直出的效果跟RAW格式调整后的效果差距非常明显啊。下面这些对比就是手机的直出跟相机RAW格式微调后的效果。粗略的说，两边的效果差不多。严格的说，放大看的话，肯定是相机的效果更好。但是手机它便携呀，它出片方便呀，它便宜啊，以这样的效果来说就不错了。那相机这么贵，它又不便携，RAW格式还得调，你就应该更好。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手机这边由于有计算摄影的存在，那它的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相机那边呢，无论是 JPG 还是RAW直出，那都是不行的。RAW格式还是得调。调的方式跟前面一样啊，还是非常简单。打开RAW格式之后，只要点一下自动就可以了。自动完之后呢，你愿意再调一下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，那就随便了啊，按照自己的风格、自己的习惯调就行了。现在的对比都是手机的自动夜景跟相机的RAW格式微调之后的效果。粗略的说，两边还都是挺好，差不多。严格来说，那肯定还是相机的RAW格式更好。相机这边只要你有时间去调，肯定能调出更好的。但是拍摄的时候可是有区别的。手机这边是自动夜景，你也不知道程序什么时候会触发它，要时刻准备着端稳，不能摁完快门就走。相机这边是随摁随有，再加上徕卡 Q 有机身防抖，那拍摄起来就是摁完了就成像。下面对比呢，环境就非常暗了，手机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从这张照片看，徕卡 Q 拍的暗部细节有点少，但是没关系，RAW格式是可以调的，调的方式跟前面说的一样啊。打开文件以后啊，发现暗部细节确实有点少，没关系，先点一下自动，看看能不能出来细节，那能出来就更好，出不来再手动调。调完之后的效果跟手机的夜景模式比呢，还是不错的。感叹一下啊，现在的手机夜景模式拍出来照片已经非常厉害了。就算是对比的全画幅徕卡相机配的还是 Lumilus 大光圈镜头，在效果上两边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粗看起来确实差不多，而且徕卡那边的背景还有点虚，那其实那不是拍虚了，是因为它景深浅。那放大看焦点的细节，还是相机的更好。再换一组对比也是手机拍出来的不错呀，相机那边很多地方都是虚的但是放大看焦点地方依然是相机的更好，而且相机拿起来就拍按一下快门就生成照片，手机那边还得等夜景模式转完。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谱，去年一整年大家都没有看过这个场景的全貌，但是徕卡相机呢，到这儿拿起来就拍，手持就能拍出这种效果。同时呢，也感叹手机计算摄影的进步。视频这块呢，就简单说一下吧。现在的画面呢，就是徕卡 Q 手持拍的还有点晃。这台相机发布的时间已经挺久的了，它最高的录像规格呢就是 1080p 60帧。小米呢是支持 8K 录像的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肯定是它更强，而且它的光学镜头更多，可拍摄的题材也更多。那徕卡 Q 这边的优势呢，就是它的光圈是可调的，近距离拍摄景深的玩法比较多。在以往的手机对比节目中呢，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工业设计和硬件的对比，但是这两个设备嘛，就不用比硬件跟工业设计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设备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开头的时候之所以说用这台徕卡 Q 做对比，是因为它是我们经手过很多台徕卡后最终留下来的相机。那为什么是它呢？因为它方便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因为方便。我们这群人要想好好的摄影，严肃的去摄影，有的是器材，有的是那种要折腾半天才摁一次快门的相机。那这台徕卡 Q 呢就很方便，画质又极其优秀。它有自动对焦，它很小巧，又不像徕卡 M 系列，虽然说也不大吧，但是需要手动对焦，一到了晚上就头疼。
也没有大光圈镜头。虽然说黄斑对焦好了，但是一重新构图就跑焦的烦恼。所以就是因为方便，这台徕卡 Q 才被留到了现在。但是说到方便，它可没有手机方便。这次 12S Ultra 跟徕卡 Q 的对比，大家都看明白了吗？要说方便，肯定是手机。相机再小，你出门也得背个包，而且你还得带手机。手机体积小巧，镜头多，可以拍摄更多的焦段，更多的题材。代价就是都便携了，画质跟解析力就别要求太多了。一说到画质，虽然说 12S Ultra 的主摄比不了徕卡 Q， 但是超广角跟长焦镜头又是徕卡 Q 望尘莫及的了。方便。这次小米宣称的徕卡色彩也对比了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色彩是可以随便调的，我这儿也鼓励大家多去摄影，多去自己尝试。如果你懒得调色呢，前面也看到了，这次小米的直出色彩也挺好的。之前我们做过手机跟相机的对比，那这次结尾呢，跟之前一样，我依然要提醒大家，虽然器材分好坏，但摄影不论器材，就像画画和写字一样啊，重要的不是笔，而是你自己。再好的设备也不能成就作品，能成就作品的只有你自己。无论是好的器材还是便携的器材，只要你有兴趣去拍就对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上面的内容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啊！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